今天当然最重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赖清德宣布要恢复军法审判哈。当年这个洪仲丘案的时候呢，民进党的林佳龙就赞成了就废除军法，顾立雄也说废除军法，然后呢韩国瑜说不应该废除军法，赖清德还骂韩国瑜，所以你什么意思？然后今天突然又变成这个我这个政权拿到以后，我要干什么就可以。以前把军法说的一文不值，然后现在又说没有军法，国家就没有安全哈。好吧，另外台积电，每次想到这个就前几天大家还替台积电到美国，很多人替他擦脂抹粉，说太好了，去呢分散投资了，台积电精打细算了，台积电太厉害了，怎么会去乱投资呢？等等哈，而且呢，台积电去了以后就化解了叫他去这个 Intel 的这个压力了，记不记得？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讲？是不是很多人这样讲？当时我在本节目怎么讲？我说不可能了，这个东西我举例哈。我说很多台商到大陆去也是的，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地方欢迎你给你减税优惠去不久以后就开始压迫你，甚至地方繁荣以后就把你土地卖了，我要把土地收回，你到另外更偏远的地方去。美国现在搞这一套你先来再说嘛，头洗一半，你不能不洗完嘛，先进来，对不对？所以呢，台积电只好去去了以后呢，这个英特尔你要怎么办？那台积电也不想自己跳下去就要拉什么辉达啦、超微啦什么，大家一起来而且呢，股份还不能超过50%。换句话说，我的技术可能被偷走了，然后呢，我工程师可能被挖走了，但是呢，我又不能掌控这家公司，为什么？因为股权不够那这干嘛呢？所以呢，就是逼嘛。所以当时我就问了，我说如果台积电没有被逼到美国去，他会去吗？你们说他去多好去多好，他是被逼去的。你们硬说他是心甘情愿唱着歌自己去，他是被逼去合番的。什么叫做什么？他自己甘愿去呢？如果自己甘愿去都没话讲，如果被逼去都不好，怎么逼都不好那另外呢，现在说要组队来救英特尔那怎么办呢？那英特尔呢也新任命一个华人，马来西亚出生的。新加坡受教育到 MIT 什么去拿学位的新的执行长叫做陈立武，那盘后就上涨了16%，哇，大家很兴奋，就有人来救了，因为原来那个基辛格呢已经下台3个月了，一直没有新的这个 CEO 来那另外呢，业界说台积电是没有兴趣的，自由时报说了去救英特尔，我相信他本来是没有兴趣但那为什么讲这个话呢？他被逼的嘛，又是被逼的嘛，他怎么想去救英特尔？他本来是竞争者对吧？英特尔还说我们现在的什么A18比这个他的2奈米还好等等，英特尔现在还拿翘那所以呢，也有专家说呢，现在如果台积电要去救英特尔，对台积电百害而无一利。现在好好怎么救他呢？对不对？而且那个文化什么更麻烦了，你自己的厂去 Arizona 都遇到很多问题，你要救他里面的工程师，他的高层也抵抗你，要反对你我们看一下。台积电才刚宣布要赴美扩大投资，现在又传出得拯救英特尔，将邀请其他3大家业者一同入股。根据外媒路透报道，尽管谈判还在初步阶段，但台积电联手辉达、超微、博通等公司一同入股经营英特尔消息，已经让台积电 ADR 3月10号大涨3.6%，收在177.17美元。台北股市周四早盘重返1000元关卡，以1000元开出，盘中最高触及1005元，上涨17元或1.72%。合资救英特尔的消息，专家直言对台积电百害无一利。目前台积电还没有证实这项消息，而身为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去年股价一度暴跌将近60%，是道琼工业指数中表现最差的公司。不过，英特尔3月13号美股盘后大涨大约11%，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前董事会成员陈立武将接任新任 CEO。同为半导体业资深人事命令3月18号开始生效。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美方其实还是急于的希望能够扶持本身这个美系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个制造公司。摊开资历，今年65岁的华裔陈立武，出生于马来西亚，在新加坡长大。南洋大学毕业之后就赴美深造，在麻省理工学院旧金山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曾任易华电脑执行长，几年前加入英特尔，董事会也在2023年10月扩大他的业管范围。在英特尔前 CEO 基辛格退任之后，陈立武即将走马上任，能不能如期带领转型，外界也高度关注。蓝轩，
我觉得这个台积电目前状况真的是还蛮险恶的啦。就是说，先前刚刚赵先生也讲过了，在过去的这个1000亿美金的投资，甚至加上先前的投资1650亿美金，是美国史上最大宗的单笔投资之后，很多人说免死金牌拿到了，但是那时候我就质疑说，是吗？我们不但台湾没有拿到安全保障，台积电拿到安全保障了吗？你也不知道。那果不其然，现在目前看起来不但没有免死金牌，它12道金牌一道一道下啊。我看起来目前的话呢，几乎你就是要让台积电逼上一个绝境，或者逼他投降。就你不但是要到美国去设厂，帮我们撑起呢半导体复兴的40%的一个生产率，你甚至还要把你的对手 Intel 把它给养大，重新壮大，然后的话呢，让它可以加入呢更多的一些生产。那请问，对台积电来说，你原本的竞争者，你们是要抢订单的。先前呢 ，Intel 它生产出一个所谓的18A 的晶片，还号称呢可以匹敌呢这个台积电的2奈米。所以呢，其实很多的像 NVIDIA， 你开始下单这个 Intel 了。所以现在等于说，如果说这个传言成真的话，代表的是你台积电为了不让美国对于台积电有更多的报复，你还去帮他忙去把这个 Intel 壮大，然后让他去分享我们的订单。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整个危机很可能第一个。技术难免可能外移，只是多跟少、关键不关键、核心不核心，这是一个问题。但终究目前看起来，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应该是会外流。第二个就是你的订单会被瓜分。所以，请问你40%是这个川普要从台积电挖去的产能？另外，如果说这个 Intel 在经过几年之后呢再复兴起来的话，你认为那么多的订单在美国就可以自己生产了？不管是在美国的台积电，还是在美国的 Intel。台湾的细盾，台湾的护国神还有多少需要是美国他认为是一个强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价值在台湾，就越来越少了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事实上，我真的觉得，目前看起来，我觉得川普真的就是很不客气的啦。我想现在之所以全球大乱的原因，包括我们刚刚第一段在讲到，就是因为说他过去在所谓的川普1.0的时候，他好歹呢还针对一些自己的盟友、自己的贸易伙伴，还有一些什么豁免。这个关税当一拿起来之后，轻轻砍下去，有些部分的话还给你豁免，跟当初欧盟豁免、英国豁免、加拿大豁免、墨西哥豁免、日本、韩国的豁免，今年什么东西都不豁免，没有一个友邦豁免，没有一个盟友是豁免的，包括台湾也是。所以当你都没有豁免的状况底下，我真的觉得我们刚刚在谈到说赖清德，你真的应该要去面对的是每一个国家都在针对，不管是地缘政治的问题。还是呢，关税在贸易战的问题，都在开什么紧急峰会、紧急会议？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不管是这个欧盟，不管是这个乌克兰，不管是日本，我们开的会议是针对中国大陆。你那种感觉，你觉得我觉得很荒谬。就当所有的全世界都因为川普的2.0，现在发现一个最大的风险，最大的变数在那个地方。所以所有人的炮火都对那个地方，准备要去采取拿出盾牌的也好，拿出这个枪炮也好，要么反制，要么就是防护。我们呢，我们往这里，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一个局面。就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长期的威胁，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要放弃武力犯台。但我真的要讲，最近有比较严重吗？你说好有匪谍、有间谍、有廖杯啊，最近有比较严重吗？好，你说这个。军方里面有一些这个军官被这个怎么样仙人跳也好，不管是像被出卖也好，最近有比较严重吗？你说这边有些陆配这边喊说这为什么两岸不统一？最近有比较严重吗？就到底有没有特别的严重？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变数在美国，特别严重的风险在美国。我们把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威胁，长期以来的一个存在。你突然间把它强化到说，好像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威胁的来源。我们全国上下，尤其是政府，你所有的精力都要放在对付那个中国大陆，你不觉得很荒谬吗？今天暐珊讲的这些话，如果我坦白说，如果真的新生代的民进党的人才都这样的相信，都这样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台湾完蛋了。就是你怎么会去相信这样的话？你会说台湾的在野党跟中共唱和？我真的觉得你在台湾自己内部找敌人，也不能找成这个样子。今天所有的动作，你只能说他就是为了大罢免。我请问一句话：罢免为了什么？罢免为了改变你目前朝小野大的局面。你希望跟回到过去一样，完全执政，你朝野大，野也大。问题是在于说，大家就是因为你过去8年，大家觉得你做的不够好，所以才让你朝小野大，不是吗？那再来就是好，如果让你现在重新罢免掉一些人，让你的这个国会里面突然间变多数，你什么事情都没做，为什么他要把权力交给你？如果说你现在做得很好，
施政很认真，没有无能，也没有做一些非常的这个轻重缓急错乱的一个举动的话，我们大家乐意把这个权利交给你啊！当初去年投票投错了，现在重新投给你。问题不是啊，你现在搞得那么的糟，该做的事情不做，然后呢，刻意为了你自己权力的巩固，然后呢，去创造另外一个新的敌人。真正的敌人当前，不要讲敌人啊，风险当前，变数当前，你没有半步。我们的经济部长还会说 Intel 不是蒙古症，这种话都不应该再讲一次，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经济部长懂什么？你认为 Intel 根本不应该台积电跟他去任何合资，那7号为什么要合资？他是笨蛋吗？他就有压力嘛。那到底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行政院长、我们的经济部长懂不懂目前的局势？你不懂你就下台，要不然你不要拿着自己的权利当做大家是白痴嘛。本来这个早上听说赖清德下午1点要记者会，然后要开国安会，我真的以为是要应大家都进来国际的情势对怎么办？想了半天就搞到那个什么军事审判哈，我觉得这转移焦点了哈。那这个等于是缩小放大了。那另外呢，赖清德应该知道，你也不过就4%的选票当选的。如果今天有2轮投票的话，你根本可能会落选的。这因为1轮好了吧，相对多数40%判就当选了，对不对？不是说这个吵很大。对不对？然后这个立法院也很大，你朝野在中央政府的你的选票权利跟立法院你都是少数嘛，你少数就要服，这是人民的选择嘛，那就要跟在野党好好沟通嘛，对不对？总是要沟通一下，完全不沟通就硬干，那这样子怎么可能朝野能够和谐呢？天下有这样的事情吗？你看日本，看欧洲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立法院昨天封杀了民进党提出来的2个案了总预算复议跟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哈，那本来就是要会被封杀嘛，你有什么会不会被封杀的呢？那赖清德就免阁员，不忧也不惧哈，我就不懂你免什么东西呢？阁员也不会因为总预算这2个案被封杀就忧或惧，有什么好惧？你本来就知道结果就是这样子吧那另外呢，国民党团呢说这个复议质询变成赖政府翻车的现场呢，所以全民认证是骗子，什么意思了就是说呢，这个傅崐萁去质询了那就说呢，你们这些部会到底增加预算减少预算那内政部长说呢，我忘了但是呢增加了400亿基金外交部增加了7亿，经济部说我也忘了增加多少，国防部增加了400亿。然后呢，这个交通部增加了这个389亿，这个教育部增加300亿，法务部19亿，然后卫福部306亿，基本上呢，这个都增加，几乎是都增加的，那主机长也讲，今年比去年多增加了1368亿，那所以你现在一定要说这个没钱了，没钱，水电没钱了，厕所要自己带卫生纸了，行政院查会呢说差点把过去的去年的查点拿出来呢，就苦肉计嘛，但有没有效是有效的，其实有效的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今年总预算被超删，国民党是说是超费，23个部会预算都大幅的成长，怎么有超删呢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呢，卓荣泰呢还派人在复议前线呢去想要这个策反民众党那到底谁呢？黄国昌是马永成卓荣泰派了马永成找黄国昌，2个礼拜以前就找希望跟他谈一谈。黄国昌我不上当谈了以后你们给我放出去说他这个被策反了所以要谈就公开谈，绝对呢不要私下会面来我们看一下。在资深的蓝营立委投票前仍再三确认，因为投错票不得了。民进党立委蔡瑜差点忘记领投票单，党团干部赶紧上前提醒。经过1小时后，投票结果出炉。中华民国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复议案，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者61位，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国民党、民众党在以多数挡下总预算及财划法的复议案，对这结果，行政院长早已做好准备。下一步是什么？会提释宪或提暂时处分吗？所以，如果他违背了宪法的精神，那我们可以研究，甚至我们进一步去推说，将来在有没有违反宪政
秩序上面，他如果应该走向这条路的话，这都是未来救济方式的一种。下一步，执政党不排除提出释宪及暂时处分，而民众党立委黄珊珊高分被质询。只有一个方案，就是我要去大罢免，是吗？我没有这么说，委员你怎么可以这样误解我？我这样看起来，你们只有一个方案啊。没有。那我的方案在这里。双方交锋，财划法到底有无院版？不过让在野不满的是，到底有没有想要沟通？因为前一天党团总召黄国昌爆料，院长私下派政委马永成派人见面。各党团总召私下密会不是吗？什么叫私下密会？昨天黄国昌总召已经说了，你们派政委马永成要来私下密会不是吗？他可以这样说，他得罪的是他的朋友。好，所以结论就是认为他院长，我在说的是开大门走大路。毕竟这见面没成，自然卓院长否认没有私下拜会。来，赵议员。我实在是不太明白哦，这个屡战屡败，已经败5次了，还是要继续来提这个复议哦。因为现在绿营在国会是居于少数的一个地位嘛，那他们的一贯的一个方式其实都很简单了哈。那可能针对一些有争议性的议题呢，就开始先由这个侧翼啦哈，青鸟来带一些风向哈。那如果说在表决的时候因为人数的劣势没有过，他们开始就讲什么，下一个就要提复议嘛，对不对？复议再不过，就开始了，我们这个可以的释宪呢，我们就来提释宪。那不能释宪，我觉得总预算要怎么提释宪哦？大家可能请教一下我们这个介荣哥哦，你总预算也要提释宪吗？不可能嘛。好，不能提释宪，再怎么样就搞大罢免。大家一贯的这个套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刚刚峰姐那个姐有谈到，蓝娟有谈到哈。我就不知道到底这个国家在干什么，到底这个执政团队在干什么？我们有多少的严重的重要的议题，少子化的国安危机，好，整个能源政策，包括你到底是要节能减碳，好，你要注重这个环保，还是你要什么能源？到今还是吵成一堆，好，那么多的议题，好，没有人在讨论，好，对面你们这个民进党常常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刚刚大家在协调当中也觉得川普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对于国际局势的演变这么的剧烈，政经情势这么大的改变，到底我们的团队除了大罢免，除了复议，你有做了些什么？你有没有提出个具体的政策来告诉人民，怎么样把人民带上一个福国利民的状态、安居乐业的状态？没有，就是搞这些政治活动哈，这些政治的这个一个秀，我觉得实在是不太应该哈。那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见面这个议题哦，那据我了解，应该国昌主席讲的是真的啦，好是真的。那我就不明白，刚刚行政院长没有否认了，他是说你得罪你的朋友嘛？对，因为说找了一个黄国昌的长辈去跟他游说嘛，是嘛？好，那就已经等于是间接证实有这么一回事嘛。那我们觉得奇怪，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家要谈论的是我们国家的大事，何不我们就公开找一个很公开的场合，大家把事情好好的说一说，讲一讲，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大家把它讲清楚、说明白，甚至不一定要单独找我们白啊，我们可以跟蓝的，我们三边一起来谈，我觉得都是方法啊，都是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嘛。可是你不解决，寻求一个等于说的政治密会协商这个方式，我觉得我们应该也不会上当了。不，政治诚信还是很重要，跟做人一样。因为黄国昌为什么说他不要再上当了？刚刚志豪也说不要再上当，因为当时为了什么立法院长、副院长，曾经大概有民进党有派人来跟接触了，就把他讲出来了，所以民众党就有受伤嘛。像政治这种东西，很多时候不能讲就是不能讲，你把它讲出来以后就没有第二次了。其实就这样。那是刚这个复议啊，被 reject 掉，其实那个都是不用去考虑，这个都不用上新闻，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一而再再而三，基本上只是为了这个累积炮火、累积不满。累积他的支持者对于蓝白两党的不满嘛，为未来日后的这些大罢免来去添柴星火嘛。那再来，你说今天开的国安会也是如此啊。如果说今天恢复军法审判，代表什么？今天的匪谍比以前更多，比10年前多啊。军中特别多啊。民进党执政9年了，我提醒大家，不是1年哦，民进党执政9年，为什么9年下来，我们军中的匪谍比10年前比马英九执政时还多啊？民进党该做会检讨自己啊，自己的教育、自己的军事训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而且洪仲丘那个时候那些群众有帮助民进党后来取得政府。对，2014是很关键的那一年，包含洪仲丘、包含太阳花，那一年是很政治上很关键一点。那等于承认我的相关的这个治理工作是比10年前更差。10年前你们说马英九里面哇，军中好多匪谍，那时候包括马英九自己的这个当时的调查局还在泰国抓到我们一个驻泰的一个武官。上了这个中共美人计，要自己查自己啊！但这些10年之后，你发现哇，匪谍到处都是，我就要恢复军法。别忘了，我们还有内乱罪，我还有外患罪，还有泄露国防机密罪，这些都是很重的罪。如果现在的法律工具都不足以让你治理军队的话，
我还要给你什么工具？还要给你什么根据？再来，你说变成2年，我相信你一定在规划啦。你看之前传出说，要1年的时候，当时说，没有，4个月，然后现在要2年。我相信这个消息一出哦，一定很多的届龄役男哦，家长们开始担心了，开始呢赶快能不能在下一梯次，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我就能够去当兵，免得到时候在当兵的时候面临到很多的变局。哦，这个对大家的心里面都会产生影响。你再来说台积电，资本市场是最敏感的。我们这边讲半天，没有资本市场的一个动作，更能表现它对于2件事情的评价。Intel 盘后大涨12%，这么多，16%这么多。原来说11%，或者台积电，我们今天是整个卖超外资卖超1.55亿股啊，一定有政府相关的基金进去买了，所以呢，外资基本上把台积电变 ATM 变成提款机啊，通通把台积电钱抽走。台积电钱一抽走，我们整个股市就下跌。你照理说，昨天的美国是涨，今天台湾应该涨，但是这个消息一出，全部都跌。那所以今天所有的收盘，我们抽到很多朋友在股市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大家说，再加上这个国安会，大家说怎么样要打仗了吗？政府是不是在做一些准备呢？那这种给大家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理，难道是他当总统想要做的事情吗？如果说当总统想要把大家搞得惶惶不安，希望大家不希望看到这个两岸战争，都希望安居乐业的话，那为什么很多事情要这样搞呢？那再来，你说在这些除了国安法之外，除了这个军法之外，你就全部在全民找敌人啊！宗教，每年的这个季节是宗教交流，两岸宗教交流最多的时候，包含天宫啦等等。那这个时候你就把所有的宗教交流都是匪谍，都可能被渗透，然后香港人、港澳人士通通可能被渗透，把香港人、港澳人通通视为大陆人。如果你是香港人，你是澳门人，你心里怎么想？过去几年，很多的香港人、澳门人多支持台湾政府，多支持民进党。我讲白了，就支持民进党政府。但是这些人这样讲原来民进党政府把我当匪谍啊！你过去讲的撑香港，蔡英文说台湾就是香港人，我们都是香港人，然后很多这个地方还挂那个香港的那个狮子山旗，傻子。过去听的民进党支持香港都是笨蛋。后来香港很多要来台湾移民，也没有啊，都拒绝啊，进来很少啊，然后到处查核啊，然后就香港人他其中配偶也许有大陆身份的根本就拿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一切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内部找敌人，为他自己的权力扩张大罢免点火。我基本上香港人真的你要把那个政权跟人民是分开的，大陆也是一样，你政权跟人民是要分开的，你现在把它看成一起。我到前年吧，大前年到香港去坐个计程车，然后呢，司机开始对我态度蛮冷漠的。后来知道我从台湾来，好亲切，你台湾人啊，你台湾来的啊，哎呀，对不起，我没有搞清楚，哎呀，我好喜欢台湾，那个态度完全不同。哪一年？就是在大概前年吧，前年。所以就是说，基本上人跟政权是不一样，政权可能受到大陆影响的没话讲啊，你要当特首，你北京要喜欢嘛，老百姓人民其实对台湾是很好的。另外说军法跟一般的刑法差很远的，比如军法政权如果是你逃亡，唯一死刑啊，就枪毙的犯上，哇，这个很严重的所以完全不同的那个时候呢，洪仲丘那时候29案就呼喊，就是要废除军法，不可以有军法，没有军法以后上面就不敢这样这个压迫下面的这个兵了等等然后现在要恢复，需要再回来。